八代单传的首富傅家在网上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，高价聘请儿媳妇，成功怀孕奖励500万，生下男孩奖励3000万。看到这条招聘启事时，我的眼睛都直了。3000万！暴富的机会就在眼前，我立刻按照启事上的联系方式投了简历。只因我现在身上欠了一屁股债，家里开的饭馆倒闭，欠了供应商几十万。我爸一着急给病倒了，手术费又要一大笔。我刚毕业，1个月的工资只能刚好养活自己。现在我除了年轻健康之外一无所有。于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，我向傅家投了自己的简历。没想到等到第2天，我就收到了面试邀请的电话。电话那头很客气，让我去市中心最贵的写字楼楼顶面试。站在金碧辉煌的复式大楼前，我紧张的手心冒汗。我一个普通人，连这种地方的门都没进过。可是，一想到家里病倒的父亲和操劳的母亲，我只好深吸一口气。叶知秋，加油！面试我的是一个看起来很精明能干的中年女人，自称傅家的管家，姓王。她没问我工作能力，也没问我学历背景，而是拿出了一份体检邀请单。叶小姐，如果你有意向，请先去指定医院完成这份全身体检，所有费用由傅家承担。体检报告合格后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。我捏着那份邀请单，我心里更踏实了。这么正规，看来不是骗子。3天后，我正在出租屋里吃泡面，又接到了王管家的电话。叶小姐，你的体检报告我们看过了，非常健康，老太太想见你一面。傅家老宅内亭台楼阁，气派的不行。走在里面，我感觉自己像个误入皇宫的丫鬟。客厅里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主位，旁边站着王管家，还有一个一身黑色西装的男人。这就是我未来的丈夫傅云深，长得这么帅，这买卖血赚不亏啊！见我进门，傅老太太赶紧招呼我：“叶小姐是吧？坐。你的资料和体检报告我都看过了，我们傅家的情况你应该也清楚。8代单传，到了云深这一代，不能再断了香火。”我用力点头。老太太继续说道：“我们不要求门当户对，也不管你家里是干什么的，我们只要你身体好，能生，签了合同，你就是傅家的媳妇。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生孩子，生得越多越好。”见此，我心里狂喜，嘴上却还是矜持。我明白了。下一秒，男人将手中的平板递了过来，上面是一份电子合同，规定了婚后我需要配合的一切事项，也保证了我生下孩子后会立刻收到钱，并且傅家不会干涉。最后一条更是规定，如果双方最后感情破裂，孩子归傅家，但傅家会额外支付我一笔巨额的青春损失费。我看得眼睛放光，这哪里是卖身契，这简直是财富密码，连后路都给我安排好了。傅云深冷冰冰地问：“有问题吗？”我赶紧摇头，一笔一划在合同上写下叶知秋3个字。签完字的瞬间，我感觉整个人都飘了。我叶知秋从今天起就是傅家的少奶奶了。见我签好合同，傅老太太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很好，王管家带少奶奶去看看她的房间，另外下周安排他们领证。我晕乎乎地站起来，跟着王管家往楼上走。没想到路过傅云深身边时，却听到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“希望你物有所值。”王管家带我进的房间比我之前住的出租屋大了10倍不止，巨大的落地窗，柔软的地毯，还有一个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衣帽间。少奶奶，这些都是为您准备的，如果您有任何不喜欢的或者需要添置的，随时可以吩咐我们。那个王管家，我能不能先预支一点钱？王管家从随身的手包里拿出一张黑卡，老太太已经吩咐了，这张卡里有50万，是给您的零花钱，没有密码。您家里的事情我们已经处理好了，令尊已经被转到了本市最好的私立医院，手术安排在明天，请了最好的专家主刀，所有费用傅家会一力承担。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卡，手都在抖。50万，还把我爸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这就是有钱人的效率吗？我为了这件事愁得头发都快白了，没想到已经被傅家顺手搞定了。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谢谢你们，这是您应得的，少奶奶。您只需要安心调养身体，完成您该做的事，为傅家传宗接代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米虫生活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有专门的营养师为我搭配3餐，燕窝鲍鱼当饭吃。我爸的手术非常成功，术后恢复的也很好。我妈打电话过来，哭着说我们家是祖上积德，遇到了贵人。我没敢告诉她贵人是谁，只说是公司老板可怜我，借钱给我。我妈信了，还让我以后要好好工作报答人家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报答肯定是要报答的，用孩子来报答。1周后，我跟傅云深去领了证，整个过程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。拍照的时候，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，他则全程面无表情，活像是我拿枪逼他来的一样。拿到那2个红本本，我心里没什么新婚的喜悦，只觉得这是一份工作合同的最终确认。晚上我洗完澡，坐在双人床上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是时候该完成工作了。我等啊等，等到快12点了，傅云深才推门进来。他看了我一眼后没有理我，而是径直走进了浴室。我紧张的心脏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。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真到了这一步，
还是觉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过了大概20分钟，傅云深从浴室里出来了，水珠顺着他线条分明的脖颈滑下来，没入敞开的衣领里。我脸唰的一下就红了。他掀开被子上了床，靠在床头拍了拍身边的位置。过来，我咽了口唾沫，僵硬的躺在了距离他1米远的床边。不曾想下一秒他直接伸手一把将我捞了过去。你别动。我以为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，身体都绷紧了。结果等了半天，身边的人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抬手关掉了床头灯，房间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能听见自己如雷的心跳声，还有他平稳的呼吸声。我忍不住小声问他：“你不那个吗？睡吧，今天太晚了，不适合。”我愣住了。不适合什么？不适合工作吗？他花这么多钱，费这么大劲，不就是为了让我生孩子吗？怎么到了关键时刻，他反而不急了？不过说实话，确实我也还没准备好。这一晚，我就这么僵硬地被他抱在怀里，一夜无眠。这天，营养师又给我端来一碗黑乎乎的汤药，要我多补补身体。我愁眉苦脸地看着那碗苦水，自己的身体分明都快补出火了。男主角不给力有什么用啊？不行，为了我的3000万，我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了。晚上，我特意换上了一件新的吊带睡裙，还给自己喷了点香水。等到傅云深进门后，他见我这身打扮，脚步顿了一下，眼神也深了深。我心里一喜，今晚绝对有戏。于是等他洗完澡出来后，我立刻从床上爬起，随之主动迎了上去。你回来了。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，不曾想下一秒他竟躲开我的拥抱，径直走向了衣帽间。等他再出来的时候，身上已经换了一套长袖长裤的棉质睡衣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他先是走到床边，随后掀开被子躺了下去，然后看着我淡淡的说：“早点睡。明天我让王管家给你找点事做，整天待在家里也无聊。”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我这都明示成这样了，他居然让我早点睡，而且还要给我找事做。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度假的。我气冲冲地爬上床，背对着他躺下。黑暗中，我听到他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叹息。叶知秋，我们不急，先把身体养好。医生说，你的身体底子虽然不错，但之前太亏空了，需要好好调理一段时间，这样对你对未来的孩子都好。我愣住了，原来他不是不行，而是在关心我的身体。我的心忽然就软了一下，那点小脾气瞬间就烟消云散了。这个男人好像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冷漠无情。我转过身，在黑暗中看着他的轮廓。傅云深，谢谢你。他没说话，只是伸过手把我重新拉进怀里。这个晚上我睡得特别安稳，我好像有点不讨厌这个抱枕了。傅云深说到做到。第二天，王管家就拿着一沓宣传海报，问我想不想学点什么。我看着那一长串可以学习的列表，原来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最终我婉拒了所有高雅的艺术课程，然后成了驾校里最奇怪的一名学员。不但每天专车接送，而且教练对我客气的跟对祖宗一样。没办法，谁让我坐的是挂着8888车牌的劳斯莱斯呢？这些天里，我的身体越养越好，脸颊也变得红润有光泽。傅云深回家的次数变多了，我们之间的气氛也不再那么僵硬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完事后，我趴在枕头上迷迷糊糊的想，我的3000万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？1个月后，我的例假没来，我偷偷用验孕棒试了一下。当看到那2条鲜红的杠时，我激动的差点从马桶上跳起来。中了，我的500万到手了！我马上冲出卫生间，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傅云深。这时才想起他今天一早就出差了，于是我只好先告诉了王管家。王管家得知情况后，立刻打电话叫来了家庭医生。经过一系列检查后，医生笑着对我说：“恭喜少奶奶，您怀孕了，孕周5周左右。”得知此事的傅老太太当天下午就从老宅杀了过来，她拉着我的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好知秋啊，你可是我们傅家的大功臣。老太太拍着我的手背，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会下金蛋的母鸡。一直等到晚上，傅云深才风尘仆仆地赶回家。他一进门，傅老太太就迎了上去：“云深啊，你可回来了，知秋怀上了，我们傅家有后了。”傅云深见此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目光落在我的小腹上：“辛苦了。”从这一天起，我在傅家的地位坐着火箭往上窜。傅家的地板从这天起铺了防滑地毯，桌角包了防撞条，营养师的菜单全面升级。不管我走到哪儿，身后都一直跟着2个佣人，而我什么都不用干，每天的任务就是吃和睡。不过唯一的烦恼是，傅云深以对胎儿不好为由，搬到了隔壁书房去睡。等到怀孕12周的时候，傅云深陪我去做第1次正式产检。B 超室里，医生拿着探头在我肚子上划来划去，屏幕上显示着一团模糊的影像。医生指着屏幕上闪烁的小点：“傅先生，傅太太，你们看，这是宝宝的心跳。”傅云深一直握着我的手，看得出来他也很紧张。不曾想医生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古怪，傅云深的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。医生，怎么了？是宝宝有什么问题吗？医生连忙摆手：“不，宝宝非常健康，活力十足，只是……”
傅太太，您这好像不止一个孕囊啊！医生深吸一口气，把屏幕转向我们。你们看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还有这里好像也有一个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您怀的应该是3胞胎，三胞胎。我跟傅云深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。这要是3个都带把，那就是3000万乘以3，9000万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我要成亿万富翁了。而傅云深却看着屏幕上那3个小小的孕囊，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。医生，你确定吗？医生肯定地回答，千真万确，恭喜傅先生、傅太太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从医院出来后，我整个人都飘在云端，走路都带风。傅云深却一路沉默，脸色不太好看。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吗？他先是叹了口气，随后伸手把我揽进怀里。我不是不高兴，我是担心你3胞胎，怀孕和生产的风险都会大很多。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？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暖洋洋的。这个男人虽然一开始冷冰冰的，但心肠好像真的不坏。放心吧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你看我现在吃妈妈香，能一顿干3碗饭，养3个小家伙，绰绰有余。消息传回傅家后，整个老宅都沸腾了。傅老太太听到是3胞胎，当场就笑得见牙不见眼。3胞胎，天佑我傅家，天佑我傅家啊！云深，快去把我们家传家那几块暖玉拿出来，给知秋带上养胎。怀3胞胎的日子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轻松。从第4个月开始，我的肚子就像吹气球一样，一天一个样。到了6个月的时候，我行动越来越不方便，走路都得扶着腰。傅云深看我辛苦，每天晚上都会给我按摩小腿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一边给我捏腿，一边说：“要不我们减掉一个吧？医生说3胞胎对母体负担太大，后期风险很高。”减掉一个，对你，对剩下的2个孩子都更安全。我一下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开什么玩笑？减掉一个，那可是3000万，怎么能说减就减？不行，傅云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怀疑我的能力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叶知秋的身体好得很，别说3个、4个、5个，我都能给你生下来。他皱着眉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孩子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他们都是小生命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残忍的话？我不同意，我一个都不会放弃。傅云深看着我坚决的样子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好，不减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一切都要听医生的，有任何不舒服马上告诉我。我这才重新躺下，心里松了口气，好险，我的3000万差点就飞了一个。这件事之后，傅云深对我更紧张了，他直接把办公室搬回了家，每天陪着我。傅老太太更是一天3个电话，嘘寒问暖，整个傅家都围着我肚子里的3个小金疙瘩转。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照顾下，我终于熬到了36周。医生说3胞胎能撑到这个周数已经是个奇迹了，建议我提前进行剖腹产。当我被推进手术室的那天，傅家的人几乎都来了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看着头顶的无影灯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麻药打下去，我很快就没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中听见医生惊喜的声音：“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第一个是个男孩，6斤1两，很健康；又一个还是男孩，5斤8两。”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2个了，都是男孩，6000万到手。然后我听到了第3个，哇，还有一个也是个男孩，5斤5两。恭喜傅先生，是3胞胎儿子。等我被推出手术室，傅云深第一个冲了上来，他眼眶通红：“知秋，辛苦你了。”傅老太太更是激动的说不出话。知秋，你可是我们傅家的大功臣，天大的功臣。傅老太太高兴的不得了，直接拍板要在全市最高级的酒店大宴宾客3天，庆祝傅家喜添3丁。那场宴会办的是前所未有的隆重，全城的名流都来了，每个人见到我都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傅太太，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敬佩。我穿着高级定制的礼服，站在傅云深身边，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王管家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张银行卡：“少奶奶，这是老太太和先生给您的奖励，密码是您的生日。”我心里一跳，接过卡，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用手机银行查了一下余额。当看到那一长串的零时，我差点当场晕过去。9000万，整整9000万，一分不少的躺在我的账户里。我看着那个数字，手抖得连手机都快拿不稳了。我叶知秋1个多月前还在为几10万债务发愁的穷光蛋，现在已经是身价近亿的富婆了。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我回到宴会厅，看到傅云深正被一群人围着敬酒，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朝我这边看了过来，举起酒杯对我遥遥一敬，嘴角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。我的脸莫名其妙的就红了，钱也到手了，孩子也生了。按理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可以选择拿着这笔钱跟傅云深离婚，从此天高海阔，过我自己的潇洒日子。可是看着不远处那3个被保姆抱在怀里，皱巴巴的像小老头一样的奶娃娃，再看看傅云深那张带笑的脸，我心里竟然有了一丝不舍。算了，我还是先享受一下当富婆和当妈的快乐吧。
自从生了3胞胎儿子，我在傅家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。傅老太太见人就夸我，说我是傅家最大的福星。傅云深也对我越来越好，我们之间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但那种家人般的温情却越来越浓。3个儿子一天天长大，从皱巴巴的小老头变成了白白胖胖的奶娃娃，可爱的不行。但带娃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场战争，3个臭小子吃喝拉撒全都要双倍，哦不是3倍的伺候。一个哭了，另外2个也跟着嚎，那穿透力能把房顶掀翻。给他们喂奶就像打仗，这边刚喂完，那边又饿了。晚上睡觉更是一场噩梦，3个人轮流醒，我跟傅云深还有玉儿嫂几个人围着他们团团转，没睡过一个整觉。我常常顶着2个巨大的黑眼圈，看着我账户里那9000万余额，才能找到一丝安慰。这钱挣得真不容易啊！傅云深这个新手爸爸倒是当得有模有样。很多时候，我夜里被孩子哭声吵醒，睁开眼就看到他已经抱着孩子在房间里轻轻踱步。看着他高大的背影，我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个男人好像越来越有魅力了。这天，傅老太太又来我们这边看孙子。3个小子刚满1岁，正是满地乱爬的时候，傅老太太被他们逗得哈哈大笑。哎呦，我的乖孙们，真是奶奶的心头肉。知秋啊，你看这3个小子多闹腾，要不你们再要个女儿吧？我正在啃苹果的动作一顿，还要说实话，生3胞胎的过程，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，而且带3个已经快把我累趴下了，再来一个，我有点犹豫。老太太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继续循循善诱。你看，我们傅家阳气太盛了，就缺个娇滴滴的小公主。你要是能生个女儿，那可真是凑成一个好字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傅家也绝对不会亏待你，合同上写着呢，生女儿奖励2000万。我承认。我心动了，我账户里虽然有9000万，但谁会嫌钱多呢？再说了，我也确实挺喜欢女孩的，软软糯糯的小姑娘，穿着漂亮的公主裙，多可爱啊！我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傅云深，听到老太太的话，她抬起头，正好对上我的目光，她的眼神很平静，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。生孩子这种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傅云深放下孩子，走到我身边坐下，握住我的手。知秋这件事，我听你的。如果你不想生，谁也不能勉强你。带3个孩子已经很辛苦了，我不想你再受累。他的话让我心里一暖。旁边的傅老太太一听却急了：“哎，云深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受累？为傅家开枝散叶是知秋的福气。再说了，多生个女儿多好啊，儿女双全。”傅云深的语气严肃了起来：“奶奶，生孩子的是知秋，不是我们。她有权利决定生还是不生。”老太太被他噎了一下，悻悻地闭了嘴。客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我看着傅云深维护我的样子，又看了看地上3个可爱的儿子，再想了想那白花花的2000万，我愿意再生一个。话音刚落，傅老太太的脸上立刻笑成了一朵菊花。哎呦，太好了，知秋你真是我们傅家的好媳妇。王管家，快把库房里那套帝王绿的翡翠首饰拿出来，赏给少奶奶。我眼睛一亮，帝王绿翡翠那得值多少钱啊？傅云深看着我财迷的样子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嘴角却带着一丝宠溺的笑意。备孕的过程很顺利，大概是有了之前的经验，再加上我们俩身体都好，没过2个月我就又成功怀孕了。当验孕棒再次出现2条杠的时候，我淡定多了。傅老太太比我还激动，立刻让家庭医生过来确认怀孕后，她又开始天天往我这儿跑，送来的补品堆成了山。这次一定要好好养着，争取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公主。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满怀期待，我嘴上应着好，心里却在想，管她公主还是王子，只要是娃就有钱拿。要是再生个儿子，那就是3000万，比女儿还多1000万呢。我这心态简直就是个没有感情的生娃机器。怀孕3个月去做产检，我特意拉着傅云深，让他陪我一起去。还是那个 B 超室，还是那个医生。医生看到我们都乐了，傅先生、傅太太又来了，这次准备要个千金。傅云深笑了笑，借您吉言。当探头在我肚子上开始检查时，我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医生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很久，脸上的表情从轻松到惊讶，再到呆滞。医生，怎么了？医生没说话，只是咽了口唾沫。傅先生，您自己看吧。我跟傅云深凑过去一看，瞬间也傻眼了。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小小的孕囊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医生傅云深的声音都变调了，这是几个？医生颤抖着伸出4根手指，声音带着哭腔：四胞胎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医生，你没看错吧？20年经验保证，千真万确是4胞胎。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，嘴唇哆嗦着，看着屏幕上的4个小点，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兴奋。再加2000万乘以2，
等于1个亿。没事儿，云深，不就是4个吗？我能行。从医院出来，傅云深整个人都是恍惚的。回到家，傅老太太看到我们进门，她立刻迎了上来。医生说孩子很健康，那就好。那是男是女啊？性别不知道，但数量跟预期有出入。不是1个，是4个。客厅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4个。老太太的声音都在发抖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造孽啊！怎么又来一窝啊？上次是天佑傅家，这次就成造孽了。我这怀的可是你们傅家的种。事已至此，只能接受了。这3个快掀屋顶了，再来4个还能住人吗？奶奶放心，我生我带，不累您。老太太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，有震惊，有同情。4胞胎呀，你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说着，她竟然抹起了眼泪。我看着她这样，心里的那点不快也烟消云散了。说到底，她也是心疼我，心疼这个家。医生说了，虽然是4胞胎，但胎儿目前都很健康，只要我好好养胎，不会有事的。是我不好，当初我就不该同意奶奶的提议，让你再生。3胞胎已经让你受了那么多苦，现在又是4胞胎，我简直不敢想你后面要遭多少罪。傅云深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我没心没肺的哈哈大笑起来，结果一笑就扯到了肚子，疼得我……哎呀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，笑岔气了。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，我忽然觉得未来好像也没那么可怕，不就是7个孩子吗？我只要负责生，顺便数数我那即将到账的1个亿。这么一想，心里顿时敞亮了。怀4胞胎的日子，比怀3胞胎时辛苦了10倍不止。我的肚子大得超乎想象，到了后期，我连床都下不了，每天只能躺着。我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颊和眼底的乌青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傅云深，要不你还是去公司吧，我这里有护工和佣人呢。不行，公司到了可以再开，老婆只有1个。傅老太太脸上的愁容，从知道我怀了4胞胎开始就没消失过。她每天都来，看着我巨大的肚子，唉声叹气。造孽啊，真是造孽啊！这是他每天的口头禅。但叹气归叹气，他还是请了全市最好的妇产科专家团队，全程监控我的情况。整个傅家严阵以待，终于在34周的时候，我被紧急送进了医院。那一天，医院妇产科的楼层都被傅家包了下来，我再次躺在了熟悉的手术台上。出来了，女孩，4斤8两，又一个女孩，是个男孩，也是男孩，龙凤双全，双倍的。哎，恭喜恭喜！主刀医生宣布完，整个手术室里的人都松了口气，纷纷向我们道喜。2个女儿4000万，2个儿子6000万，加起来1个亿。我叶知秋正式成为亿万富翁了。我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，傅老太太第一个迎了上来。好好休息，身体要紧。那笑容怎么看怎么勉强。我知道老太太这是高兴不起来了。孩子生下来后，傅家彻底变成了一个大型幼儿园。老大到老3刚会走路，正是狗都嫌的年纪。老4到老7，4个嗷嗷待哺的奶娃娃，吃喝拉撒睡，没有一刻是消停的。但即便如此，家里还是一片混乱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。还好我只是负责生。傅云深顶着2个黑眼圈，一脸憔悴的推门进来。老婆，老5吐奶，老7哭，你去看看。玉儿嫂呢？都在忙，老3卡住，老2不见了。他说着说着，脸色都变了。我俩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冲出房间。这孩子睡得真沉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能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把他们塞回你肚子里去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得建立秩序，给孩子们制定严格的作息时间。这个家需要一个总指挥。谁来指挥？我来。从今天起，我叶知秋不仅是亿万富翁，还要兼任傅家幼儿园的园长。自从我接管了傅家幼儿园园长这个职位，家里终于不再是世界末日的景象了。
哭声少了，笑声多了。虽然依旧热闹，但那是井然有序的热闹。傅云深看着焕然一新的家，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老婆，你真是个天才，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你老婆是谁。解决了内部矛盾，生活总算走上了正轨。傅云深重新回公司上班，我则在家当我的全职园长兼富婆。每天看着7个白白胖胖的小家伙有条不紊的生活，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傅老太太听说家里不闹了，也终于肯从老宅过来了。老太太，这都是少奶奶的功劳。老太太看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。知秋啊，你受累了。不累不累，为人民服务。当然，最让我高兴的是，傅云深终于搬回主卧了，没有了孩子在中间当电灯泡，我们俩的感情迅速升温。我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，在养育7个孩子的喧嚣和幸福中一直走下去。然而，意外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。这天，我早上起来，突然觉得一阵恶心，是不是昨晚的海鲜不新鲜？傅云深紧张的不行，以为我吃坏了东西。我漱了口，看着镜子里自己有些苍白的脸，一个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。这个感觉怎么这么熟悉？我算了一下日子，我的例假好像推迟了10几天了。不会吧？我们一直都有做错事的，虽然偶尔有那么1、2次激情上头，忘了。云深，你快去帮我买个验孕棒！不会吧？我让你去你就去！傅云深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。5分钟后，我看着验孕棒上那2道鲜红的刺眼的杠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我明明已经完成了 KPI， 甚至超额完成了好几倍，怎么还有后续任务？7个都快养不起了，这又来一个。这个孩子不能要。对，不能要。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了2次多胞胎的极限了，再生下去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明天就陪你去医院。我们俩达成了一致，然而我们还是太天真了。我怀孕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傅老太太的耳朵里。我听说知秋又有了。是的，老夫人。我们商量好了，这个孩子我们不打算要。胡闹！那也是我们傅家的血脉，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？奶奶，这不是血脉的问题，是知秋的身体受不了。有什么受不了的？我们傅家有的是钱，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，绝对能保他母子平安。孩子既然来了，就是天意，必须生下来。看着奶奶强硬的态度，我心里一阵发凉。原来在她眼里，我还是那个生孩子的工具，只要能为傅家传宗接代，我的死活根本不重要。奶奶，这件事没得商量，知秋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连祖宗的规矩都不要了。我们傅家的香火。奶奶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这7个难道不是我们傅家的香火吗？我们傅家缺的不是香火，是安宁。这话说的太对了，我简直想给傅云深鼓掌。叶知秋，我问你，你到底生不生？不生。奶奶，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明天就带着知秋和孩子们搬出去，这辈子都不再踏进傅家一步。翅膀硬了，我管不了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？不过分。知秋，你记住，你不是生孩子的机器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以为这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，然而就在手术的前一天，我接到了王管家的电话。少奶奶，快来医院！老太太不行了！我和傅云深大惊失色，立刻赶到了医院。妈，是我，你快醒醒，别丢下我，求你了。医生说，老太太是急火攻心，引发了心脏病，情况很危险。如果不是我们那么决地顶撞她，她是不是就不会病倒？对不起，全都是我的错。少爷少夫人，这双虎头鞋是舅夫人留下的，她说一定要亲手交到你们手上。原来她不是不爱这个未出生的孩子，她只是用错了方式。妈，你放心，这个孩子我会生下来，我一定会把他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你要好好的等着抱您的小孙孙。心率在回升。我和傅云深喜极而泣，为了让老太太安心养病，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手术。3个月产检。再坚持一下，我在这儿，别怕。
抱歉，我再确认一次。那这里呢？别废话。几个？又是3个，又是3胞胎！产房外，富家老太太死死抓着新换的紫檀木拐杖，指节因为用力而绷得紧紧的。恭喜，又是个带把的，母子平安。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我？第8个男孩，第9个男孩，第10个还是男孩。我的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：9000万到手加上之前的，我总共有2个多亿了。我好像真的把傅家生破产了。我第3次从产房出来的时候，迎接我的不再是鲜花和掌声，而是一片死寂。傅云深站在我床边，眼圈黑得像熊猫，眼神空洞，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。傅老太太则是在王管家的搀扶下远远地站着，她没再说什么傅家大功臣之类的话，只说了一句：知秋啊，算我求你了，以后可千万别再生了。我虚弱地点了点头，别说他求我，我自己都怕了。这次又是3个儿子，加上之前的7个孩子，我们家现在不多不少，正好10个。傅家的别墅彻底扩建成了一座小型城堡，原来的花园也改造成了儿童乐园，家里的育儿嫂增加到了20个，早教老师4名，家庭医生2名，还有数不清的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。每天早上一睁眼，整个城堡里就回荡着孩子们的哭声、笑声、打闹声。傅老太太不再纠结什么香火不香火了，每天搬个小马扎，坐在院子里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我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怎么还在这儿？念叨归念叨，哪个孩子摔了碰了，她还是会第一个冲上去，一边吹着伤口，一边骂骂咧咧：小兔崽子，想让曾奶奶受到惊吓吗？嘴上说着嫌弃，身体却诚实得很。傅云深，曾经那个叱咤商场的副总，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回家给孩子们当牛做马。他会趴在地上，让一群孩子骑在他背上玩开火车的游戏。而我，叶知秋，这个拥有2个多亿存款的超级富婆，傅家幼儿园的荣誉园长，每天的生活就是在钱堆里打滚和在娃堆里打滚。早上指挥20个育儿嫂给10个孩子穿一洗漱喂早饭，每天累得腰酸背痛，但看着那10张可爱的小脸，听着他们奶声奶气的叫我妈妈，我心里就软得一塌糊涂。这天晚上，我和傅云深瘫在沙发上。老婆，我今天把公司一半的股份转到你名下了。什么？你疯了？我没疯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我的就是你的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是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个有10个孩子的吵吵闹闹、鸡飞狗跳却又无比幸福的一家人。我当初为了钱一脚踏进了傅家这个豪门，我以为我只是完成了一场交易，却没想到在这场交易里，我收获了金钱，收获了爱情，还收获了10个甜蜜的负担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叶知秋这辈子真是血赚。